她曾经是宇宙最强女法师，现在却失去了所有法力，只能在小镇当一名普通的警探。然而这天一起凶杀案的出现，将彻底打破此前的宁静。这具女尸死得很奇怪，她死之前一定是活着的。丽莎看出女尸是被人敲击致死，当即就让同事带回去采样，而她自己则是去附近寻找线索。这时水里的一个徽章引起丽莎的注意，她总感觉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见过。Find something? Yeah. Let's set the roller. You ready to see? Let's go. 随后丽莎去看了女尸的正面，她觉着这人一定是和自己存在某种联系。 Who are you? 女尸身上唯一的物品就是图书馆的借据，于是丽莎当即来找管理员查询。可来到图书架后，却发现上面的书都被烧了。这时一个神秘男人告诉她，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火灾。回到警局后，局长告诉丽莎，女尸指甲里的土壤与陈尸地点不相符。丽莎也猜出尸体被人移动了，不过局长又告诉她还有少量的微生物，只有在东欧那边才有。所以这起案件也惊动了联邦调查局。维达探员就是来帮助他们的，不过丽莎却不是很欢迎他的到来。到了晚上，维达找到了他家。 Hungry? 丽莎以为他有了案件的新线索，却不料维达对查案根本没兴趣。 Do you remember why you hate me? No. 就在这时，丽莎听到楼上有动静，于是她连忙过去查看。此时，一个男孩正在盯着那枚徽章看，见自己被丽莎发现，男孩立马从窗户逃走。丽莎见状，当即追了上去，他一不注意从1楼掉了下去，差点将丽莎给摔死了。 丽莎忍着疼痛起来继续追赶，男孩一路逃跑，最终被一辆汽车给撞倒在地。丽莎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偷，可审问了许久，男孩却一直说自己在找一条路。丽莎被他的话给弄懵了，随即他拿出女尸的照片，大声质问男孩和他有什么关系。These are just flowers. 此时丽莎更懵了，刚才的女尸照片突然变成了花朵。这时男孩嘴里开始念咒。 What is that? Soe feminam de fixo. Stop it. 丽莎听不懂他在那说什么，于是她立马将男孩扣了起来。接着丽莎来到了停尸间，当她看到女尸脚上的名牌时，上面竟诡异地出现了一个名字——旺达·麦西莫夫。丽莎感到了不可思议。 Case closed then? How did she die? Wrong question. That witch is gone, and all the copies of the Darkhold with her, leaving you trapped in her distorted spell. 就在这时，丽莎感觉身体无比的燥热，她被热得只能脱下外套。 Yes, claw your way out.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丽莎不停地褪去身上的衣服。当她走到镜子前，被吓了一跳，自己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What? There are 2 Jane Does in this case. 这时丽莎又看向了女尸的名牌，而旺达名字下面突然又出现一个名字——阿加莎·哈尼斯。此时丽莎才想起来，自己原来正是大名鼎鼎的女巫阿加莎。当她从幻境中醒来时，却想不起自己来小镇上的事情。于是阿加莎当即出去询问邻居。 You feeling okay today? Stop talking. How long have I been here? 阿加莎在邻居口中得知，她已经在小镇生活了3年。这时局长一家3口看到此时的阿加莎，同时还有一名跑步的居民路过，他们看到后都感到不可思议，心想阿加莎什么时候这么开放了？邻居连忙将自己的衣服给她，然而阿加莎却没心情穿衣服，她当即回到家里，却怎么也使不出一丝法力。阿加莎穿上衣服来到地下室，她这才想起是旺达封了自己的法力，不过对方已经领了盒饭，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恢复法力。就在这时，阿加莎听到了门后有声音，于是她立马打开了杂物间的房门，原来是那个奇怪的男孩。正在嘲讽她的时候，突然是死对头维达找了过来。没有法力的阿加莎想要起来反抗，但她却没有丝毫的还手能力。好在阿加莎知道法师的缺点，所以当即使用了近身肉搏。可虽然阿加莎占据了一点上风，但经过3个回合后，她就没有了反抗的能力。维达想要杀死阿加莎，然而他却说对方胜之不武，如果让他恢复紫色法力，2人才能进行一场公平的对决。维达接受了阿加莎的建议，同时也提醒他们活过今晚再说吧，因为塞勒姆女巫团正在赶往小镇的路上，也许在日落前他们就会到来。阿加莎听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因为她知道自己如今的状况无疑就是等死，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去寻找失去的法力。而神秘男孩也想要跟着去，他说自己是阿加莎的粉丝，希望他能够带自己走上巫术之路。传说只有能将这条路走完，就能满足内心一个愿望。然而阿加莎在询问男孩的名字时，男孩似乎嘴上被封印了法术，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自己的名字。 Say again. I'm. 接下来2人踏上了寻找巫术的路上。阿加莎首先找到了镇上的占卜师，他见到对方就表示想要找到丢失的金条。占卜师当即开始卜卦。
一段神秘的咒语后，占卜师说出了金条丢失的地方。阿加莎假意夸赞对方算得很准，接着就准备离开这里。然而占卜师知道他在试探自己，随即就说出了阿加莎来这的真实目的，从如何失去法力到现在想要寻找法力，占卜师说得一清二楚。阿加莎顿时看到了希望，可对方却不想帮助他，因为阿加莎在巫界臭名昭著，他以盗取他人的法力为乐，直到碰上旺达这个狠娘们才栽了跟头。随即阿加莎悄悄说了他的秘密，只有在对方攻击自己的情况下，才能盗取他人的法力。占卜师听后这才放下了戒心，随即他再次开始施法。一段法术过后，他给了阿加莎4个人的名单，然后就让2人出门左转。岂料阿加莎突然说道：“这4个人其中也有占卜师莉莉亚的名字。” What? Can't say no to you. 接下来，阿加莎根据名单去寻找其他3人。第2人是一个黑人女巫，她也因为魔咒失去了法力。听到阿加莎的西天取巫之路，黑姐却并不看好，她认为对方就是在去寻死。但在阿加莎的威逼利诱之下，黑姐还是犹豫了，因为她此时正陷入一场官司中。第3人是血女巫的后代爱丽丝，现如今她只是一家杂货店的保安。爱丽丝虽然也不看好他们的西天取巫之路，但她却想查清楚自己母亲的死因。当阿加莎将2人邀请到占卜师家后，却发现少了名单上的一个人，那个人正是阿加莎的死对头维达，而他知道对方不能帮自己，所以隐瞒了事实。Oh, I know who it is. I'll just go get her. Be back in a flash. 接着，阿加莎去外面寻找了一个大妈，在她连忽悠带骗的情况下，加入了几人的西天取巫之路。众人来到地下室，随着阿加莎敲响手中的铃铛，女巫们唱起了传说中的歌谣，只有大妈一脸懵逼的在那滥竽充数。与此同时，男孩看到外面来了一个女巫，下一秒，他们从1个变成了6个，显然几人是来者不善。男孩赶紧关紧了门窗，而这时女巫们也完成了吟唱，可并没有像他们想象那样出现一条通往女巫之路的大门。阿加莎大骂几人就是废物。这时，他们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大门，阿加莎当即将大门打开。正在犹豫之时，男孩过来直接冲了下去，因为来者不善的女巫团已经闯进了家里，随即几人也紧随其后。当关上大门的那一刻，塞勒姆女巫团的攻击已然无效，6人沿着台阶走到下面后，面前出现了一条通往森林深处的石子路，他们脱去脚上的鞋子踩了上去，而阿加莎把刚才对几人的谩骂全都抛之脑后。I never doubted us for a second. 众人踏上了西天取巫之路，然而对于这个神秘的男孩，他却始终说不出自己的名字。Again, who are you? 占卜师说男孩这样是因为被下了魔咒，众人都猜测他身体里肯定存在着某种秘密。既然神秘男孩没有名字，我们暂且先叫他蒋龙。就在众人讨论蒋龙时，这时突然发现那个路人大妈不见了。他此刻非常后悔和几人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因为这里根本领不到鸡蛋。大妈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出口，只好原地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就在这时，大妈的包突然被吸入到了地下，她连忙去救自己的包包，可下面就像有着巨大吸力一样，大妈随着手里的包一起下沉，她就算死也不松手。好在女巫们听到声音赶过来，最终将她救了出来。阿加莎此时制定了女巫之路的守则，第1条就是任何人不准脱离队伍。大妈觉着几人就是大傻子，根本就是没有目标的一直前进。这时黑姐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梦幻般的房子，众人都觉着应该去看看情况，或许那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来到门口，大妈很有礼貌地按了门铃。阿加莎觉着她这是脱裤子放屁，随即就率先走了进去，其他人见状也紧随其后。当来到房子里面后，众人之前的脏衣服竟都消失不见了，这一刻他们就像变成了有车有房的富婆。说到车子，我发现瓜子2手车特别划算，所以我在瓜子2手车上买了台8万多的宝马3系，和新车一样，但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也可以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买卖2手车上瓜子就对了。阿加莎发现原来的门被封死了，而房间内其他门也打不开。这时蒋龙看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欢迎大家参加女巫之路的第1项考验。众人都不明白考验在哪里。 It's a riddle. My age has value. I'm no fun alone. I mess with your mind. My tricks are well known. 几人都猜不到卡片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大妈这时发现桌上有一瓶82年的拉菲，她当即就要准备尝一尝味道。爱丽丝表示酒里可能会有毒，而眼尖的阿加莎看到桌子上有5个杯子，立马就猜测到这就是对他们的考验。于是蒋龙连忙去找开瓶器，而黑姐也跟着走了过来。她告诉蒋龙要小心阿加莎，因为那娘们并不是一个好人。 I know how people feel about her. Did you know she traded her own child for the Book of the Damned? 随即阿加莎给5个杯子倒上了酒，800个心眼子的女人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去当第1个出头鸟。这时大妈直接端起酒杯就干了。当喝下第1杯酒后，桌子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倒计时的钟表，显然30分钟倒计时结束后，这里应该就会被毁灭。几人只好准备喝下手中的酒。蒋龙也想要喝一杯，但却被众人阻止了。